这也都显示了经济之后呢，都还是会有下行的风险存在哦。那联准会知不知道这样的问题存在呢？他们当然知道。最终这样的结果呢，会引发什么样的问题呢？在投资题材的部分有什么样可以值得留意的呢？所以其实我们也不用太过悲观，还是有机会可以入市的。Hello， 欢迎回到小台要用，我是 AC。这一天呢，我在把去年度的这个收支呢做一个结算，然后就是来看看我去年度到底花了多少钱，然后赚了多少钱。那么刚好我现在正在规划2023年呢，我要怎么样去做支出的预算哦。那这就让我想到说，那今年度我在投资的一个策略上面该怎么样去布局呢？前阵子呢，我刚好去看一些投顾他们的一些对于今年的投资展望啊，所以我就想说可以把这些整理一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年度呢，各投信他们的看法是怎么样。那么我们在投资当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然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机会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那我今天来到的地方是在大直旁边的水岸叫做美堤。那我相信住在大直附近的朋友应该都不陌生。而且呢，平常这个时候呢，人又不多，然后刚好今天天气也蛮和煦的，在这里做个午后的散步，其实也是蛮不错的。基本上这附近的那个环境算是相当的优美宜人，也难怪说有这么多的水岸住宅在这边，而且听说价值都是不菲的。其实根据 IMF 的预测数据表示在2022年呢，第一季一直到2023年的年底呢，特别是主要国家的这个经济成长，其实都呈现下滑的一个走势哦。即使到了2023年呢，我们整个这个经济的表现呢，其实仍然欠佳。另外呢，我们观察制造业的走势其实中国跟台湾都是一样的，就是已经开始呈现衰退的滑落走势。那么美国呢，也正在滑落当中。这也都显示了经济之后呢，都还是会有下行的风险存在哦。经济动能不足呢，其实照应于制造业受到疫情影响产生的这种库存不断的增加那么这样子的问题呢，其实也让这个销售端的一个订单受到相当大的一个影响，因此呢，导致库存无法顺利的去化。库存一多，也只能够向上游的供应链来做砍单啦。那么厂商的销售惨淡，也只好先对员工来开刀。遭到解雇的员工呢，因为收入锐减，所以他没有办法再做多余的开支。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也会让整体的这个消费力道持续的减少。消费者不消费呢，厂商的经营更是困难因此呢，就形成了好像一个螺旋形的衰退一样，环环相扣。最终这样的结果呢，会引发什么样的问题呢？那就是有可能会再引发美股或是台股的下跌。好，那么你说，那联准会知不知道这样的问题存在呢？他们当然知道，只不过现在对于联准会来说呢，他们要处理通膨的问题，恐怕还比这个经济衰退的问题还要来得更重要。所以前阵子联准会也说啦，他们的利率决策呢，还是会持续的来进行，而且呢，他们的利率目标呢，一样还是会落在5%哦。既然如此呢，以现在的这个发展形势来看的话，我们在今年投资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要看到有些日银总裁黑田东彦今年就要下台的问题，因为有可能后继者呢没办法再持续坚持安倍晋3年的宽松政策，像很明显的啦，前一阵子他不就是改变了货币政策了，也是直接呢就造成了全球资金的一个大震撼。因为当日本的这个货币政策一旦受到改变呢，不只是它本国受到影响，也会牵动到全球资金的一个敏感神经哦。另外就是中国的经济政策问题啦，在明年两会的时候，新上任的这些委员呢，会不会继续遵循过去在中国的这个开放经济政策呢？这个还是未知数。因此呢，有可能这样子一个后续的决策呢，就会影响到整个中国在经济上面的一个发展哦。其他的问题还有像是能源危机是不是有在发生的可能？另外，全球化的模式也逐渐式微，还有通膨持续居高不下，这些呢都是持续在今年有可能会发生的未爆弹哦。
因此总体来说呢，今年2023年呢，我们在投资上面还是要步步为营，千万不要觉得说去年已经是最糟的状况了，今年应该就会渐入佳境。事实上呢，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今年还是要特别注意啊。所以说啊，再坏的市场呢，总还是有切入市场的机会，所以其实我们也不用太过悲观，还是有机会可以入市的。当经济进入衰退的时候啊，那么我们可以入市的机会点呢就不远了，因为根据投信机构的调查，在经济步入衰退之后的5到7个月呢，投资市场就会进入一个极度悲观的这个谷底，这个时候就是可以入市的好时机了。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进场布局呢？我们要知道，下半年呢就有可能 FED 会将目光呢转到经济衰退的层面上面了。所以各位啊，如果听到这个新闻有在报道说，这个联准会的官员呢开始进行这个降息的讨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开始布局进场了。在投资题材的部分有什么样可以值得留意的呢？当然我想元宇宙啊还有 VR 这部分呢都还是可以去伺机而动哦，一样还是有机会的。另外就是像云端的伺服器，虽然云端商机呢没有特别重大的这个更新或是利多，但是你想想看，现在这个时代啊，什么东西都要上云端，伺服器的这些项呢也必须要赶得上时代嘛。所以呢，像记忆体啊、散热啊、PCB 板这些材料升级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相关话题呢，也都是可以值得留意的。当然，在今年呢，原物料的价格当然也会有回落的机会哦。一旦原物料价格下降呢，厂商它的生产成本呢也会随之下降。换句话说呢，厂商它的利润呢也就有可能因此而提升。那可以值得留意的，比如说像是轮胎之类的这种橡胶，还有就是像服务业的餐饮类，这些都是原物料价格下滑之后，比较大的一个受惠者。当然啊，今年度还有机会的，就是像生技，我们台湾的生技业其实并不差哦，我们的技术，我们的排名其实也都蛮前面的，在生技的部分。那当然了，金融业的部分也可以留意。虽然去年呢，因为这个防疫保单的部分，金融业有一些这个冲击哦，但是今年呢，随着时间慢慢的消化呢，金融业还是有机会渐入佳境的。这些都是今年投资人可以值得留意的地方哦。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内容，主要都还是汇整了这个投信跟投顾他们的一些基本看法，综合起来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希望对大家是有帮助的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有任何问题也都欢迎在影片下方来做留言。另外呢，我们在说明栏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开放了这个赞助的连结，欢迎你请我喝一杯饮料或者吃一个便当哦。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